阿难尊者与摩登伽女的因缘，年轻女子爱慕弟子阿难，佛陀如何解决？一念心清净，处处莲花开。欢迎来到静乐的频道。摩登伽女痴恋阿难，说喜欢他身上所有一切。佛陀于是问他，你连他的这些东西也喜欢，到底佛陀指的是什么？阿难为佛陀的10大弟子之一，少年英俊，相貌庄严，然而他的年轻貌美也引起了很多麻烦。一次，佛陀带着诸弟子接受了波斯匿王的供养，唯独侍者阿难没有赶上饭点，于是就单独一人来到舍卫城托钵化缘。他走了很久，来到一个聚落钵中，还是空空的。阿难觉得饥渴难耐，这时他见到前面有一口古井，一位少女正在井边打水。阿难走前，这女子抬头一看，眼前一亮，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魁梧高大、相貌庄严的年轻沙门？摩登伽女赶紧回避，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典，首陀罗种姓不能随便与婆罗门或刹帝利阶层对话，或接触或交往，否则皆会受到严厉惩罚。然而就是那一刹那的眼神接触，一念之间，摩登伽女内心升起强烈的爱欲。这个女子就是摩登伽女了，她属首陀罗种姓，是4种姓中最下级的。依据当时印度传统，他们地位低微，既无权诵经，也不能直接将水或食物等亲自拿给僧人。所以当阿难向摩登伽女要水的时候，摩登伽女还是犹豫不决的，也不敢把水供养给阿难。阿难知其原因，安慰他说，佛陀教导4种姓平等，你虽属首陀罗种姓，但一样可以供养比丘饭食，请姑娘不施我一碗水好吗？自此摩登伽女恋上了阿难，得了相思病，日渐憔悴。她的母亲心疼女儿，决定不惜一死跑去找阿难，恳请他迎娶摩登伽女，并哀声说，如果再见不到你，摩登伽女就要自杀，求你救她一命。虽然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而且摩登伽女长相不差，可惜阿难作为佛门高层，对于这样的请求十分为难。魔母是有备而来，明知阿难不从，于是用巫术将他迷惑回家。摩登伽女终于见到了心上人，欢欢喜喜准备洞房，想来个鱼鸡上霸王，生米煮成熟饭。阿难毕竟是佛门的得道高僧，他的定力比想象中要强。危难之刻，他一心念佛，道交感应佛陀的知阿难受难，连忙派文殊菩萨率众前往摩登伽女家中抢人，并吩咐全体比丘持楞严咒。其余僧人在佛陀的带领下持楞严咒，为阿难定力加持。阿难坚持到文殊师利赶来，成功将他解救。阿难顿时清醒，他推开缠绵在自己身上的摩登伽女，夺路而逃。摩登伽女痛哭不愿放弃，还是痴恋着阿难。她跑去求佛陀，佛陀无奈，于是对摩登伽女说，阿难剃度出家，你若愿意如此剃度，我就让阿难娶你为妻。那时候女子是不允许出家的，但摩登伽女太爱阿难了，她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很快摩登伽女落发剃度后，她来到佛的面前，请佛信守承诺。佛陀见她不死心，问，你喜欢阿难的什么？摩登伽女回答，眼耳鼻舌身，阿难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我都喜欢。佛陀说，人的眼中有泪，鼻中有涕，口中有唾，耳中有垢，身中有屎尿，这些都十分臭秽不堪。于是佛陀命人取来一盆洗澡水，对摩登伽女说，这是阿难的洗澡水，你把它喝了，就跟阿难入洞房吧。摩登伽女登时怔住，这么脏的水怎么能喝呢？您不是玩我吧？佛说，每个人的身体原本就这么脏，现在阿难青春年少，你都嫌弃他了，将来他只剩一副臭皮囊，你还会爱他吗？
如果两人成为夫妻后，便会有小孩出生，有生便有死亡，伴随着亲眷的生离死别，是无止境的泪水，这些对自己又有什么帮助呢？摩登伽女听完佛陀的话，吓得头皮发麻，手心冒汗，紧张的人会不自觉地搓手，竟然揉出一团泥来。摩登伽女顿时觉悟，世间是如此不敬与丑陋，贪欲爱欲顷刻消弭。摩登伽女思维佛陀所开示的道理，深觉人身臭秽不净，而自己所执着的爱欲是无边生死的根本。由于宿世善根慧根成熟，豁然彻悟，当场放弃了爱欲，当下证得阿罗汉道。摩登伽女曾与阿难，其实之前已曾做过500次的夫妻，缘分很深，所以这一世必会重遇。佛陀知道摩登伽女已证圣果，便告诉摩登伽女现在可以去找阿难。摩登伽女惭愧低头，长跪于佛前说，自己过去实在愚痴，才会追逐阿难，今承蒙佛陀慈悲开示真实之道，令得证圣果。现在我已心开意解，断除种种烦恼，永出三界，不再受生死流转之苦。